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我们可信、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决策参考。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同时，我们也在6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欢迎阅读本期中国简报。今天是2023年5月20日，我们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最新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新闻，以及独家专家分析。如果您觉得我们的内容有帮助，请订阅我们的实时通讯。G7公布新计划打击经济胁迫，但未单独针对中国。南华早报，7国集团领导人已同意发起一项旨在打击经济胁迫的倡议，并誓言确保任何此类努力都不会失败并面临后果。虽然声明没有点名中国，但西方官员表示，据了解这是其目标。新的经济胁迫协调平台将使用预警系统和快速信息共享工具。G7领导人还誓言支持中低收入国家的供应链，使他们更具弹性，更不易受到伤害。大湾区经济规模几乎与意大利相当。Paul Chang， 南华早报。大湾区的中国南部经济中心，包括香港、澳门和广东省的9个大陆城市，其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总和目前与意大利相当，接近2万亿美元。据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称，该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从2019年的 1.65 万亿美元增长了 25%。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如果将大湾区视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到2023年，大湾区将成为仅次于意大利的世界第9大经济体。G7 敦促中国敦促俄罗斯结束乌克兰战争，尊重台湾地位，公平贸易规则。独立，7个最富有国家及7国集团的领导人呼吁中国向俄罗斯施压，要求其结束对乌克兰的战争。G7 成员赞扬中国并寻求建设性和稳定的关系，同时敦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全球健康问题、脆弱国家的债务和融资需求以及经济稳定等挑战。然而，该声明的发布恰逢该组织表达了对东海和南海局势的严重关切。该组织表示，中国在南海的扩张性海洋主张没有法律依据，7国集团反对中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化活动。7国集团领导人还表达了对包括香港、西藏和新疆在内的中国人权的担忧，并誓言要反制各种经济胁迫，同时避免过度限制贸易和投资。中国在南海永暑礁附近驱逐船只。南华早报，中国国家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报道说，驻扎在南中国海人工岛上的解放军部队驱逐了一艘来港船只，该船的国籍和性质尚未确定。该报告以重演为特色，但没有显示该事件的视频片段。士兵部署和语音指挥官的沟通被认为是该计划的亮点。地区大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主张导致全球紧张局势升级。中国拒绝印度邀请在有争议的克什米尔举行的 G20 会议。独立报，由于该地区是有争议的领土，中国拒绝了印度对在克什米尔举行的 G20 旅游峰会的邀请。然而，新德里表示，它可以在自己的领土上自由举行会议。印度轮流担任今年 G20 的主席国，并正在与全国各地的盟友组织一系列会议，最终于9月在首都举行峰会。包括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在内的几个国家尚未注册该活动。印度和中国在喜马拉雅地区的查谟和克什米尔以及共同边界沿线的联合领土拉达克经常发生争执，导致两国军队在多次冲突中丧生。不是开玩笑，中国对单口相声的强烈反对激起人们对喜剧取缔的恐惧。路透社，效果文化传媒执导的单口相声节目中的一个笑话已经降低了该行业对未来的恐惧，取消了活动和警方调查。在发表嘲笑中国退伍军人的言论后，对效果罚款超过200万美元，并禁止其在北京和上海举办演出。据报道，这家媒体公司在节目开始前审查了敏感内容，声称事件的发生是由于管理上的重大漏洞，并终止了涉事喜剧演员李浩时的直播，并真诚道歉。台湾的蔡英文在执政最后1年将中国和芯片计划置于中心舞台。彭博社，两岸安全和加强台湾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是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任期最后1年的主要优先事项，因为他为他的副手上任铺平了道路。蔡英文重申致力于与中国对话并促进有秩序的交流，并警告说战争不是一种选择。
进一步的挑战包括台湾持续的经济衰退及其作为美中关系恶化的一部分的地位。现任民进党副主席赖清德和反对派国民党新北市市长侯友宜都在参加1月份的选举。乌克兰的泽连斯基抵达日本，称七国集团会议将使和平更近。南华早报在白宫否决军方官员对于俄罗斯冲突升级风险的担忧后，美国将允许乌克兰购买 F-16。拜登总统表示，这些喷气式飞机将帮助乌克兰阻止俄罗斯的侵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一决定将拉近和平的距离，而泽连斯基已经抵达日本参加 G7 峰会，与盟友举行重要会谈。军事专家表示，这架飞机将是乌克兰老化的苏联时代机队的重大升级，提供更强的空中或地面打击目标的能力。七国集团对中国发出最强烈谴责。金融时报七国集团在其最强烈的批评中国的公报中，敦促北京向俄罗斯施加压力，要求其从乌克兰撤军。成员们对东海和南海局势表示关切，反对单方面以武力或胁迫改变现状，支持和平解决台海紧张局势。七国集团成员表示，他们准备与北京建立稳定的关系，并直接表达他们的关切，尽管中国构成的军事和经济安全威胁越来越大。4月，中国对朝鲜出口激增。路透社，中国对朝鲜的出口在4月份同比增长 69% 至 1.66 亿美元，其中假发、头发用于制造假发、化肥和大米是最主要的出口商品。今年1月至4月，中国对朝鲜的出口从 2.7059 亿美元增加到 6.03 亿美元。自2006年以来，该国一直因其导弹和核计划而受到联合国制裁。中国4月份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增加，但沙特是最大供应国。路透社，中国4月份从俄罗斯进口的原油同比增长 8.6%。根据海关数据，来自俄罗斯的交货量，包括海运和通过管道供应，总计每天710万吨或173万桶。尽管大型私营综合炼油厂已加入小型独立炼油厂抢购更便宜的俄罗斯石油，但由于受北京遏制冠状病毒爆发的措施影响，较小进口商的订单减少，中国的原油进口总量较3月份下降了 16%。泽伦斯基将在 G7 会议上与普京的支持者对峙。金融时报，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将于周日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届时他将与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和巴西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面对面。这两个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尽管乌克兰入侵乌克兰，但仍与莫斯科保持着密切联系。关于他们不支持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他们不清楚谁应该为这场冲突负责，而基辅正准备在这场冲突中争取战场利益。专家认为，泽连斯基的出现应该成为对抗俄罗斯的团结象征。台湾蔡英文誓言维持两岸现状。南华早报，面对与北京的紧张局势升级，台湾总统蔡英文重申了维护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承诺。蔡英文在讲话中宣布，台湾不会屈服于中国的压力，同时重申对台湾主权的承诺。中国认为台湾是自己的，起源于中国内战。北京加大了对台湾的军事和外交压力，试图迫使该岛接受其主权。蔡英文曾多次承诺与民主政府并肩捍卫台湾的民主。中国烧烤重镇，淄博如何通过美食节发家致富？南华早报，淄博曾是中国山东省负债累累的工业中心，通过宣传烧烤节扭转命运，旨在吸引预算有限的度假者。市政府的活动人士使用折扣券、交互式微信地图以及酒店餐馆的价格来围绕该活动制造话题，在劳动节假期期间吸引了超过12万名游客。虽然这项措施可能导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入城市寻找低成本选择，但人们对烧烤能否真正重振淄博当地经济提出了质疑。淄博最近经历了与咖啡相关的出口需求疲软，其化学业务中为了保持增长，该市必须实现服务业多元化。香港必须做好功课，才能从前所未有的中沙关系中获益。南华早报，随着中美关系趋于紧张和地缘政治的复杂性上升，香港企业开始意识到在沙特阿拉伯的投资机会。香港到沙特阿拉伯的商务旅行使人们认识到该国对外国投资和多元化的潜在好处。非营利组织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席率领当地商界代表团访问沙特阿拉伯期间，与沙特高级官员、商界领袖和学者进行了第一手交流。在香港寻求在全球市场竞争之际，
他们带来的见解应该值得深思。虽然沙地阿拉伯热切欢迎香港投资者，但大型项目均由政府推动，沙地阿拉伯积极寻求外国直接投资。然而，香港商界与其他投资者不同，它是私有的，香港政府需要让当地企业家更容易进入相对不为人知的沙特市场。中国告诉加拿大不要跟随美国，因为选举干预的争吵不断。南华早报，中国驻加拿大大使丛培武呼吁加拿大加强外交和经济联系，从敦促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纠正过去的错误，不要挑起对抗，并补充说渥太华应该恢复自己更加独立的外交政策。从表示，自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温哥华被捕，以及中国随后拘留加拿大人康明凯和斯帕佛以来，加拿大和中国的关系近年来已经恶化。中国大使指责加拿大在可追溯至2018年12月的争端中采取进一步的挑衅行动。加拿大驱逐了一名涉嫌针对香港保守党议员及其家人的中国外交官。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分析和政策简报。我们的团队汇总、综合和总结来自各种来源的最重要信息，包括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易于访问且非常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是根据您的特定兴趣领域量身定制的。我们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发展的重要性，并旨在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访问我们的网站，加入对话并随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和发展。3w.6dubrief.com